很快，一众人便在夕阳完全落下的那一刻，燃起了篝火和烤炉。由于大家都准备了食材，叶晨又特地多买了一些，所以这顿晚餐格外丰盛。除此之外，叶晨还买了不少好酒，气氛烘托到了。基本上每个人都决定在这个晚上开怀畅饮一番。于是叶晨又特地在酒里面融入了些许灵气，这些灵气不能让他们强身健体治疗疾病，但却能保证他们在这个晚上无论喝多少酒都不会打一个哈欠，而且一旦这微薄的灵气被他们的身体吸收，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就算是吴飞燕来了也不可能有所察觉。边南地处高原，昼夜温差本就比较大，再加上龟背山本身又增加了几百米海拔，所以等入夜之后，气温一下子便降得有些发冷。于是众人便都围坐在篝火旁，借着火光的温度与烈酒取暖。胡乐琪抱着吉他，一些喜欢唱歌的年轻人跟着他唱了几首热门歌曲，整体感觉一下子就燃了起来，气氛相当热烈。林婉儿也很喜欢这种感觉，非常轻松地便融入了进来，整个人格外放松。一位年轻人一边与大家举杯，一边开口道：哎呀，今晚的酒是真神了，好喝还不上头。我平时喝这么多早断片了，今天竟然越喝越起劲儿。我也是，另一人笑着说道，虽然有点头晕，但一点药醉的感觉都没有，太舒服了。那人说着，看向叶晨问道：阿晨，你买的这个酒，跟我平时喝的酒虽然味道一样，但感觉好像不一样，你这个是年份酒吗？叶晨笑着说道：感觉不一样，这是因为气氛到这儿了。喝酒这东西，本就是气氛越热烈，酒量就越高。胡乐琪赞同地说道：阿晨说的没错，喝酒醉不醉，取决于3个指标，一个是一个人的酒精耐受量，一个是他的酒精摄入量，以及酒精消耗量。说着，胡乐琪又道：如果你平时在饭桌上最大的酒量是1斤白酒，那你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是肯定到不了这个酒量的。这是因为饭桌上喝酒是边喝边聊，体力和体液消耗大，酒精消耗也更大，而且精神高度亢奋，这些都有助于酒精的挥发。那人思忖片刻，笑着说道：有道理，今天确实开心，一开心就想多喝一点儿。叶晨这时候开口道：诸位，难得大家都很开心，咱们今晚干脆嗨到天亮，看完日出之后，咱们再好好睡上一觉。众人几乎立刻便不约而同地答应下来。熬夜对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，在床上抱着手机，或者在电脑前对着屏幕，不知不觉就是一整夜。更何况今晚大家的兴致都非常热烈，状态也好得出奇，熬到天亮看个日出完全不在话下。于是一众人便真的在这龟背山上吃着烤串，唱着歌，一路嗨到了第2天清晨。昨天日落之前，偶尔还能看到有其他驴友下山，在日落之后一直到天色开始泛白，叶晨都没再看到有其他人出现。此时距离日出还有不到20分钟，大家最后给篝火添了些树枝木柴，便开始等着太阳从山那边升起的那一刻。约莫过了10分钟后，原本只是泛白的天际线开始有了金色的霞光，这是太阳即将从地平线升起的预兆。就在众人期待不已的时候，叶晨的感官忽然察觉到，远处有一个人正在快速向着他们所在的地方走来。由于担心被吴飞燕发现，叶晨从昨晚喝酒时开始就一直在运转云如歌教给他的心法口诀，将自身的灵气死死锁在体内。对修士来说，每一个人都像是在深海中航行的潜艇，大家发现彼此
靠的是声纳探测。借用这个比喻，修为高的人就等于更先进的潜艇，潜艇的综合更强，不但火力猛，动力强，而且探查其他潜艇的手段也更加先进，探测距离也更远。修为低的人就等于老旧的落后潜艇，火力差，动力弱，探测能力也不行，很可能还没搞明白对手在哪，自己就先被对方一发鱼雷干掉了。修是相互感知，就像是潜艇的被动声纳相互监视，一旦听到有同类的动静，就会立刻警觉，进入备战状态。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修为低的人在修为高的人面前都难逃一死。老旧的潜艇如果足够谨慎，也是能够躲避先进潜艇的。这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坐底并且保持绝对静默。潜艇一旦进入绝对静默状态，发动机停机，所有电子设备以及探测设备停止运作，并且艇上所有人员一动不动，不发出任何声音。这种情况下，先进的潜艇如果只依靠被动声纳，是很难发现目标的。叶晨现在就属于这种静默状态，而一般来说，就算实力很强的修炼者出现在这里，只要不刻意对每一个人深查到底，都不可能发现叶晨也是修道者。但这也并非绝对，就像是一艘绝度静默的潜艇，对方被动声纳虽然无法察觉，但如果对方打开主动声纳进行搜索，还是有可能将它找出来的。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主动声纳虽然好用，可这东西却是一把双刃剑，就像是黑夜里的手电筒，用它找人确实轻松很多，可是一旦用了它，能不能找到对手先放一边，自己必然第一个暴露。所以无论是军事上还是修道者本身，都不会明目张胆地到处搜寻自己的同类，他们害怕被暗中的高手盯上，所以不会随随便便拿自己的安全冒险，更不会走到哪都释放出灵气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进行查探。更何况现在的吴飞燕一定非常谨慎小心，别说让他开主动声纳了，他甚至都有可能跟叶晨一样，也选择了绝对静默，以此来确保绝对的安全。而此时此刻，叶晨感知到有人快速靠近，也并非是依靠灵气，而是靠他自身敏锐的感官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快速上山的吴飞燕也已经察觉到，在龟背山上一大早就已经有10几个人在这。不过他倒是没有惊讶，毕竟他过来这一路也遇到了不少露营爱好者，他知道这种户外运动在年轻人的群体中很常见，所以也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当他迈步走上龟背山，看到不远处那数顶帐篷以及10几个年轻人的时候，他的眉头下意识微微一蹙。这些人此时都在看着日出的方向，一看就是在等着欣赏日出。吴飞燕没有怀疑他们，他只是有些心烦与扫兴，因为这些人距离师兄林竹鲁的衣冠冢有些过于近了，自己此番故地重游，就是为了到林竹鲁的坟前追忆过往，顺便再跟师兄说上几句心里话。可这些人所处的位置，距离林竹鲁的衣冠冢也就不过200-300米的距离，自己要是直接近，怕是躲不开这些人的视线。如此一来，自己想与师兄说些什么，也就不那么方便了。此时的叶晨余光已经瞥见了远处刚刚出现的那位年轻成熟的女子，凭借着超人一等的视力，叶晨看出了这女人的容貌。不得不说，吴飞燕虽然已经活了400岁，但依旧美艳动人，比起林婉儿似乎也不遑多让。而且吴飞燕神情冷酷，双目如炬，气场极强，一看便不像善茬，似乎是感觉到有人在注视着自己。吴飞燕下意识也想看看对方，
林婉儿看到吴飞燕的身影，还没看清样子，心里就已经咯噔一下。她知道远处的女人就是自己躲了300多年的吴飞燕。这一瞬间，林婉儿的心跳都有些失速，愤怒与紧张的情绪交杂，让她的手心也满是汗水。叶晨见她脸色有些发白，人也有些紧张，连忙将她揽在怀里，一脸心疼地低声道：“都跟你说了别熬夜，你非不听，关键还喝了不少酒，熬到现在肯定很难受吧？”林婉儿知道叶晨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异常，在故意迷惑吴飞燕，心中感激的同时，也因为被叶晨抱着，多少有些紧张与娇羞。她强迫自己将状态调整好，娇声道：“我熬夜不就是想陪你一起看日出吗？咱俩在一起之后，还从来没一起看过日出呢。”叶晨见她缓过来了，心里也松了口气。他余光察觉到吴飞燕可能正在观察着他们这些人，于是便故意朝他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，然后故意压低声音对身边的林婉儿说道：“宝贝，你看，这么早就有人来爬龟背山了。”林婉儿故作好奇地看了2眼，这才道：“而且他好像就一个人哎，难道他这么早就翻2座山来看日出吗？那岂不是天还没亮就要出发了？”叶晨随口道：“谁知道了，搞不好也跟咱们似的，在半山腰找地方住了一晚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不过还是有点奇怪，龟背山的海拔也不是附近最高的，干嘛费劲爬到这里看日出？更奇怪的是，他只有一个人。”叶晨与林婉儿的对话，一字不落的全都被吴飞燕听得一清二楚。2人的对话倒是没让他产生任何怀疑，相反，叶晨主动先对他表示出怀疑之后，立刻在无形中扭转了局面，让吴飞燕心中意识到，他这么一大早孤身一人出现在这里，在别人看来确实有些不太合理。这时，吴飞燕的心里已经从之前的试图发现异常，变成了试图掩盖自己的异常，所以他忽然有些犹豫，心中暗道：我若是现在去师兄的衣冠冢前祭拜，会不会被这些人察觉出什么异常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